一台路由器能否搞定全屋的 WiFi 连接呢？这次我们带来了市面上热门的5款 AX6000规格或者接近该规格的路由器，它们目前的纸面性能是可以满足一台设备在一个几十平两房的条件下稳定使用的。这是我们选择涵盖了首发价格便宜、对自家 AIoT 产品友好的小米 AX6000路由器，拥有模块化设计，产品名字使用的同时需求。这看着还行，也算挺快的。可是这 2.4G 赫兹怎么看着这么不稳定呀？忽高忽低的，是不是办公室 2.4G 赫兹设备太多了，所以给大家造成了干扰呢？但是这5G 赫兹也有类似的问题啊，这可怎么办？难道路由器评测未办就要中刀崩殂了吗？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如果在办公室这样的生活场景下干扰过多，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外界信号完全屏蔽，只有路由器的信号环境进行测试呢？可是大部分实验室都是不对个人开放的，即使开放也很难会同意让我们自己进入实验室进行测试，这可怎么办啊？上哪能够找一个完全屏蔽外界信号的测试环境呢？找实验室啊？不要钱啊，大哥，费用你出吗？找老板啊，老板有资源。我不找，谁比谁找。于是，在老板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位于上海闵行的炫音品牌原厂英华达，一家有30年产品研发和生产经验的高新技术企业，配备专业的产品测试实验室。我们将从路由器的吞吐量、电磁辐射、天线发射功率、信号覆盖、无线传输性能等方面进行测试。首先，我们在一个没有任何外界信号干扰的环境下进行了路由器的吞吐量测试。我们在实验室测试的是10线程上传下载，属于比较极限的情况。没想到在测试中，我们居然发现了不少问题。具备 2.5G 网口的小米华硕 TP-Link 虽然拥有比较突出的无线吞吐量，但是小米 TP-Link 的有线设备无法跑满 2.5G 网口的最高速率，有线网口的吞吐量也不如其他3款，日常使用可能感知不到。不过多设备同时访问 NAS 时，就有可能遇到瓶颈。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网件 RX70虽然拥有双频5G 赫兹，纸面性能非常出色，因为不同国家的规定不同，在国内5G 赫兹最高速率被限制，再加上没有 2.5G 网口，使得无线吞吐量毫无优势。如果拥有1000兆以上宽带或者 NAS 设备 ，2.5G 网口显然可以带来更好的传输速度和使用体验。但如果你不是这一类人群，其实1000兆也依旧够用。作为一款不断向外界发射信号的产品，电磁辐射是否超标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毕竟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们在基于 CRSPR32电池兼容标准的环境下进行了测试。测试时的电磁辐射不仅包含路由器本身，还包含了配备的电源接头。5款路由器的实测结果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但是都远远低于标准要求。不过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路由器都会连接着网线，于是我们又测试了一下还原实际使用场景下的电磁辐射。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在接入网线后，电磁辐射的各项数据都明显增加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询问了一下技术人员，他们表示，在接线后网口进行数据传输时，会一直向外发射信号，所以导致电磁辐射量增强。但是各款路由器都没有超标，都是安全的，甚至比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还要更低。接下来便是无线信号强度测试，哪款路由器的信号更好？不同位置的信号强度是否一致？路由器之间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们利用 OTA 测试实验室对路由器进行测试，由于无法启用路由器的工程模式，不能直接实现无线信号的连续发射。为了能让路由器一直处于信号发射状态，我们接入了2台5G 赫兹的无线设备，并让它们持续交换数据。因此，这次测试只能检查路由器在无线传输时天线的发射性能，但测试结果依然可以反映出各款路由器在无线设计和信号发射等方面的一些特性。在 OTA 测试过程中，5G 赫兹频段平均无线发射功率最高的路由器是华硕，达到了17.09 dBm， 理论上拥有最广的覆盖范围。网件
紧随其后，为16.48dBm， 最低的是领事，只有5.31dBm。这在生活中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角落是否有良好的信号。在最理想状态下，要实现完美的信号覆盖，设备各个角度的无线信号发射强度应该是一致的。强度一致，所得出的报告图形应该是一个球形或者是苹果形状。在我们的实测结果中，网件和领事相对接近这一状态，小米的则呈现出了矩形。理论上，路由器两侧的信号发射强度会比较有优势。华硕这款看上去有些奇怪，3根外置天线方向有非常明显的凸起，说明这部分的信号发射会比较强。但是如果不看天线部分，其余部分也是比较接近圆形的。至于 TP-Link， 路由器上半部分明显好于下半部分，而且中心位置有明显的盲区。为了搞清原因，我们根据 OTA 测试结果拆了2台比较有代表性的路由器，分别是小米和网件。小米是典型的外置多天线设计，网件则是隐藏设计。网件的拆解相对容易，采用简易卡扣和螺钉设计，按顺序拆开即可。小米的设计则是封闭很多，卸下外壳螺丝后，需要用极小的撬片撬下10多个硬塑料卡扣。天线的关节则是类似于拉铆钉的设计，只能破坏性拆除。通过拆解观看天线结构，小米用的是 PCB 结构，网件则是套筒结构。虽然两者看似完全不同，但影响覆盖范围的主要还是内线在内部的摆放位置。网件内部的天线分别为2根水平指向5G 赫兹频段天线，2根45度指向5G 赫兹频段天线，以及2.4G 赫兹、5G 赫兹共用的垂直指向天线。小米分别是2根2.4G 赫兹电线、4根5G 赫兹电线以及1根 AIoT 智能天线。如果参考产品渲染图摆放，全部是垂直指向。之所以这样设计，是由于路由器的单根天线采用了全向设计，无线信号会从法向位置发射。空间表现接近甜甜圈外观，天线与地面垂直90度摆放时，也就是垂直指向，水平方向的无线信号最强，覆盖范围最广，而天线上下两端的信号则比较薄弱。此外，路由器的天线信号还可以是轴向发射和圆锥发射。华硕的结果就比较接近轴向发射 ，TP-Link 则是接近圆锥发射。小米多根垂直指向天线叠加之后 ，OTA 结果的空间表现就变成了矩形，导致路由器两边的信号看似较强，前后则比较薄弱。而网件内部是多个指向的天线，结果自然更接近球形，也就是理论上拥有更好的全方位覆盖。因此，外置多天线设计的路由器通过改变天线的角度，让每根天线指向不同的位置，理论上就能提升信号覆盖效果。实验室测试加菜机基本上对大家选购路由器有一定参考性了吗？当然，实验室的测试结果终究与实际生活中有一定差距。虽然可以很客观地看出厂商在天线方面的设计和调教，可以把优点和不足展示出来，但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依然会遇到前面因为信号干扰而带来的不稳定问题。于是我们在生活办公环境中又增加了一组无线信号的强度测试。测试的天线环境信号强度如图，选择大约300平米的范围作为测试空间。在默认设置的情况下，信号覆盖能力最好的是 TP-Link 和小米，办公室的各个位置收的信号强度都是最高的。其次是在路由器的管理后台进行地区设置，华硕和领事的信号发射强度也可以有效提升，而且华硕的变化非常明显，成为了5款路由器中表现最好的产品。网件则是锁定了路由器的使用地区。不过，能够收到 WiFi 信号，并不意味着可以顺利上网、正常传输数据。所以，根据各款路由器的信号覆盖情况，我们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的5个位置进行网速测试，分别是同一房间距离路由器1-2米的 A 点，间隔1堵薄墙；隔壁房间开门状态下的 B 点，间隔2堵薄墙，封闭房间内的 C 点；开放环境但有部分墙体间隔，距离约10米的 D 点，以及信号很弱、墙体较厚、有金属管道遮挡的洗手间 E 点。测试时使用了自建的 SpeedTest 服务器，相当于不限速的上传下载的宽带，并且将路由器尽可能设置到信号强度最高的状态。总体来说，5款路由器在 AB 2点基本都能达到设备支持的最高速率，跑满1000兆宽带没什么压力。如果将小米和 TP-Link 的 2.5G 作为万口，甚至可以接近2000兆。但是，同样拥有 2.5G 网口的华硕则有所不同。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上传速度会明显的波动，反而不如1000兆万口来的稳定，导致多组测试数据的平均上传速度没有优势。到了 C 点和 D 点，实测网速都有明显的衰减。不过小米、TP-Link、华硕下载速度依旧在1000兆左右徘徊，领事和网件有所降低，但应对100兆宽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一点是比较极限的情况，信号覆盖最好的华硕都只能勉强的传输数据。小米、TP-Link、领事这3款路由器虽然能够收到信号，但连接不稳定，甚至无法传输数据，差不多只能勉强发个消息。点开图片都会卡半天，至于网件基本是不可以用的状态。
另外，在测试中发现，我们的办公室中虽然 2.4G 赫兹频段的信号强度更高，看似覆盖效果更好，但是由于干扰严重，而且最大传输能力有限，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如 5G 赫兹的。即使是在1点的极限情况，5G 赫兹频段依旧有优势，除非和领事测试时的情况类似，5G 赫兹频段完全无法连接，只有 2.4G 可用。当然，你可以把 2.4G 赫兹频段更多的给到家中 IoT 设备使用。关于各款路由器的无线稳定性和装机量，我们同样找了不少测试方案，最后选择在办公室内自建服务器，利用10多台5G 赫兹无线设备，通过 iPof 模拟了网络流量。即使接入的无线设备同时存在上传下载，占用手机1小时内连续 ping 自建服务器2000次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场景相当于多台设备同时进行每秒100 Mbps 下载、上传和观看国内流媒体的4K 在线视频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手机玩在线游戏。五款路由器的表现，都很稳定，拉不开差距。但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并不具备太大的参考性，因为每个人的使用环境存在差异，接入的5G 赫兹、2.4G 赫兹设备以及有线设备的数量不同，而且它们和路由器之间的距离也不一样，甚至可能发生移动。此外，实际使用时还存在网络波动、网站、游戏服务器等不可控因素。我们发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很难建立起更具参考价值的测试模型，同时也很难带来更多的测试数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当然，如果大家不感兴趣的话，我们也会在未来继续进行测试。如果有结果，我们也会进行更新。最后说说选购建议：如果想用一台路由器搞定全无 WiFi 连接，5款之中到底选谁呢？其实经过上述对比，我们发现5款 AX6000规格的路由器在吞吐量、无线传输性能、信号覆盖、电磁辐射这些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不是价格贵的路由器就秒杀价格低的产品。比如小米 X6000，虽然 2.5G 网口和有线网口的吞吐量没有优势，天线设计也不是完美的，但是它的无线传输性能、实际环境下信号覆盖都有不小的优势，满足大多数用户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在能够买到且没有涨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推荐这款的。TP-Link 在测试中有着不错的信号覆盖，但和小米相同 ，2.5G 网口和有线网口的吞吐量没有优势。2.5G 模块需要额外购买，但好在价格不算高，在小米 AX6000不容易入手的情况下，或许会是比较好的平替。华硕 AX86U 峰值吞吐量是5款产品中最有优势的，而且经过设置后，信号覆盖范围也非常不错。但在我们的测试中 ，2.5G 网口作为万口的上传效果不够理想。考虑到较高的价格，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存在 NAS 使用需求的用户。至于领事和网件，价格相对偏高，而且在测试中各方面的优势不够明显，尤其是网件 RX70，因为法规问题导致5G 赫兹的最高速率还存在限制，所以想用一台路由器去搞定全无 WiFi 连接，这2款不是首选。当然，路由器还有很多内容我们是没有测试的，比如双频合一、慢洗组网。大家如果对路由器其他方面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出一期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感谢英华达科技有限公司对我们实验的大力支持。这里是热点科技，我们下期再见。